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小火龙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下路对线情况。标准的第一件选择做长刀，他没有选择第一件就做这个什么女神之泪啊，女神泪这件装备。你小火龙配硬辅的话，开黑还好说，如果你单排玩小火龙，这你拿硬辅配小火龙，你会很难受的。像他这种高手局，又另当一说吧。他们应该认识的。刚刚就是他们现在就全程开着麦嘛，有在沟通。巅峰赛啊，传说局的一个对决。对面的洛啊，就想来抬，还好，稍微走了一点，扭掉了对面的 W。给他抬到的话，这波伤害打出来，还真有可能秒。这种就是国服前10的那种对决。对方没有治疗，这里立刻补上伤害。其实落空了很多技能以后，其实对方也不能打这一套输出了的。锤石的那种反打能力还是很到位的。但其实锤石还是有点挺配这个，他算硬辅吧，但他的灯笼的机制又感觉在硬辅里面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。他算是硬辅，但他有 W 这种可以是吧，给射手多一段位移的这种。锤石配火龙，我觉得锤石是可以配。如果换其他的硬辅的话，估计好像真不好配，就100%不好配。像洛跟那个什么布隆啊，这些都就是不是很好配吧。就你玩硬辅的话非常难受。锤石主要它的有个 W 技能的，它可以去做很好的选择，而且 Q 和 E 技能还有大招全是控制。布隆有个点就是他的被动好，但你说他要是打完，就比如说他盾举完以后，队友还就是说火龙还没有拉开距离的话，被硬吃伤害，这没办法，就不好处理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回家，直接第一件就做魔宗了，很自信的一种打法。
他这边符文选择带这个公里秘术的话啊，可以，就你能大概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带，就主要是为了这个大招 CD， 然后更快的去，因为他大招只要碰到敌方英雄的话，也是能触发这个叠被动的效果。可以看到5分钟65层，这种就是你看到这样的火龙，你就会觉得很舒服。为什么？它叠 Q 叠得很快。6分钟不到70多层。对啊，直接给个大招啊，一能劝退对方，2能提供视野，然后3如果就是大招能砸到对方的话，叠被动就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要不起杀星，问题不大。只要叠，快点叠出来以后就够了。所以带公里秘术，它就是为了大招减 CD。一局下来，你能多放一两次，前期能多放1、2次大招的话，那你的那个被动就肯定快一点点嘛。勾到了 ，A 一下 E 过来，想 Q， 但被对方打断了。大招。哦，大招的话好像把对面的维鲁斯也给砸死了，这运气有点好。技能躲开以后，随时这个勾的有点臭。哇，哎，这个塞恩有点恶心，就交个闪现也不给他叠一层大招是吧？哎，被动的话好像是可以叠的。时候主要是这个架打，为什么要接着就帮忙打呢？就是要叠 Q。那这里起杀星的话，其实就不太理智了，不该这样子玩。他刚刚叠 Q 已经叠得很舒服了。
因为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有这样子啊，前排站在那里，他打你队友，你在打他，这样子一直叠 Q 的。对面就这么放了这条大龙吗？137层，11分钟，哎，还行，中规中矩。只不过他中路好几波兵甲都被那个岩雀一起抢掉了，没办法。对方闪现上来给 W， 活是活不了的了。像有进化的话，其实就没必要那么着急做水银。小火龙还是带进化会好一点，除非对面控制比较少，然后你可以选择带疾跑。像带相位的话，就怎么说呢？技能级数这一块啊，相位的收益真的非常高，特别是这个版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小火龙很多都是选择多带相位啊。之前还会有看到有带这个迅捷步伐的，但现在比较少，也不是没有，看个人喜好了。但我看这些大神玩的话，更多的是喜欢带这个相位啊，容错高，而且有那个叫什么，有这个技能级数，还有移速加成。这里过墙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对面开团，然后对面果然就开了，
这边被动的话够了，但伤害没完全打出来啊，输出位置并不是很理想，因为他刚刚不过强的话，容易被那个冰女她一技能啊就逼团，所以为什么让你们去选择啊去玩冰女的原因也是这个一点。这里利用 Q 无脑的去破个对方，大招给出来，回点血，队友下去做进场了。这个时候尽量不要 Q 小龙啊 ，Q 大龙，尽量能 Q 到敌方身上去打伤害，不然你 Q 小龙的话肯定是帮忙打的。这就是小火龙啊，到后期确实痛。虽然说削了好几次了，但是他只要叠到175层，就是有斩杀以后就是很强。只不过这局中路的话，那个岩雀一直在抢兵线，所以看起来叠的其实中规中矩，不是很快。那前期还是叠得蛮快的，只不过到中期吃不到兵线罢了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